这集我们要带大家跑一趟支笏湖、洞爷湖还有羊蹄山这一带，这条路线可以真的说是从札幌出发 CP 值最高的一段。不但离市区不远，风景又是浓缩版的北海道。很多人来北海道其实都只知道洞爷湖，但我其实更喜欢的是支笏湖，觉得是道央地区最美最干净的湖。而这一带最好玩的就是一路上找羊蹄山的踪影，挑个最适合拍照的地方留下这次的纪念。这集我们也会整理好几个超好拍照的地点分享给大家参考，当然沿途的美景跟美食我们也不会错过。继上集我们离开札幌之后，正式踏上国道453号，也是这趟8天行程中风景最美的一段路。可能是昨晚下雪，也可能是雪还没融化，路上还看得到一些碎冰，但其实不用太担心。4月初来北海道，租车大多都会配雪胎，只要小心慢慢开，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。会不会紧张呢？其实不太会，因为这里就是那种开好几公里都没车的地方，就算遇到其他车，大家心态也都一样，都希望时间再慢一点，好好享受这片雪景。现在来到支笏湖，这个是它其中的一个展望台。那支笏湖呢，它其实是属于在千岁市境内，就跟机场在同一个地区，所以如果你是早早的下飞机呢，你其实可以来到这个景点，非常的近。刚从饭店出来的时候，我还在说啊，这几天看雪实在看得很腻，然后没有什么稀奇的了，这样。结果呢，我们慢慢上山的时候呢，马上就打了自己的脸，哇，这个雪景也太漂亮了吧！因为主要是路的两旁呢，就是都是白色的世界，然后呢，要有那个树啦，就是来到了圣诞节的世界的感觉。因为早上下雪的关系，所以雪还粉粉。然后我们阿嬷前2天已经有点看腻雪了，结果她这一趟最惊呼的就是刚刚这一段路了。好了，我们到支笏湖再跟大家讲讲看支笏湖的故事。好，走。接下来的这段路还是国道453号，真的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开上一段。因为这里的公路贴着湖边一路前进，两旁是延绵的山，山上还有残雪没融，美到会让人完全舍不得离开。甚至是回国的最后一天，我都还忍不住再来一次，也特地帮大家拍了这段空拍画面。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我们刚开车过来的路上啊，就远远就看到这座红色的铁桥。那这座铁桥呢，它叫做山线铁桥，是这样子的。它是在100多年前英国人制造的，然后当时呢，他们是拿来做制造纸类的材料的运输。那其实呢，这还有一条山线铁道，这条铁桥就是在这个铁道上面的路线之一。We don't need a reason why we just can't. 湖的水啊，非常的清澈。然后你明明知道它是个湖，可是我们站在这里就一直听到海潮的声音，湖大到会有潮水。然后听说呢，这边的水质呢是全日本湖泊里面的大概水质第1、第2好的。它连续11年哦，日本水质第1名。你看，还有人在那边玩独木舟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水真的好清哦，然后带一点点翠绿宝石的颜色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？Stay in this moment, never think about going. Won'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?
在北海道的观光重点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湖，那其中魔州湖跟知户湖呢就一直在争第1名。那我觉得这2个点呢有点不太一样的是，魔州湖它是在很高的地方，你这样子眺望下去。那知户湖的话呢，就是你可以贴着河边啊亲近它。湖边湖边。我真的还蛮喜欢的，尤其是开着车啊，贴着这个河边在走，超舒服的。关于知户湖的起源呢，有一个有趣的传说。相传呢，它是出自于胡灶神的手笔。那胡灶神在制造这个湖之后呢，放进了很多的小鱼。那胡灶神他贵为神，他出入任何的湖呢，身体都不会湿掉。可是他出入知户湖的时候呢，身体却湿了，所以他非常的生气，就把这些鱼呢全部丢进海里。结果有一只漏网之鱼，它没有被丢进海里，它在这里面呢变成了怪物。这个怪物呢，它会把所有到河边去喝水的动物呢，全部都吃掉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爱奴的勇者之神呢，就来解决这个怪物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这个怪物太强了，爱奴勇者之神呢，反而被解决掉了。后来，勇者之神的子女呢，就来解决这只怪物。可是呢，他的力气非常大，他们跟他搏斗了很久。于是他们这2个子女呢，就跟父亲祈求说啊，请助我一臂之力吧。所以呢，他们父子女3人呢，就合力把这个怪物给解决了。这个怪物呢，变成了很多很多的鱼块。这些鱼块呢，后来就变成了无数的小鱼。这个小鱼叫做远东红脸龟，应该就是这个河里面呢最多的生物了。我发现关于北海道很多传说都跟他们这个爱奴族有关系，就是他们这边北海道的原住民。没错，听完这个故事呢，我只觉得他是不是只想要解释为什么这个河里面有那么多的红点龟I wish I could stop time and stay in this moment, never think about going. Won'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? Stay in this moment. 哦，元気ですか？好羞耻，到底在干嘛？超羞耻的，这样子才有拍你的意义啊！大家都要来这里喊2句。场景应该不是这里吧？没关系啊，适合就好了。感觉好像很好玩的感觉，他们好像什么钢铁侠之类的。哎，这里有很多小卖部哎，像现在中午了，想要稍微轻松解决一下的话，其实这边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在知户湖的游客中心啊，你可以在这里面上厕所啊，买纪念品之外呢，它里面非常的温暖，所以可以稍微躲一下寒风。重点是它里面有寓教于乐功能，我觉得它已经很相当于我们那种林业博物馆、林业展示馆的那种规模了。你可以在这边啊看到一些关于知户湖附近的地质啊，还有物种的介绍，蛮好玩的。只要按下去这个按钮的话，就会发出这个品种的鸟叫声。你又在敲诈玩具了是不是？ Tell me we're alright. Tell me that you and I have a chance. Oh, tell me it's alright. Tell me we're alright. Swear I traded all to get us back again. Don'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the way that I used to do.Nothing but negative space in our living room. Try to shrug it off, say it's nothing, but we both know that just isn't true. Baby, I can't. 我们开始进入羊蹄山风景系列了。其实从这边呢一路到羊蹄山的路上呢，有非常多的拍照景点。那现在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其中一个。羊蹄山啊，它也是一座火山，然后它跟富士山的这个行程呢是非常像的，所以呢又有虾夷富士的称号。那其实呢，在北海道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前面都会冠上虾夷2个字。那虾夷呢是古代日本呢对于东北地带啊北海道这一带的民族的称呼。不管是富士山还是羊蹄山，大家到它的周边呢去找很多的点，其实都是为了要跟它一起拍照。
那像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是可以把整个羊蹄山啊，还有道路一起收藏到你的画面里面去。We'll come round. Call it thunder, call it rain. Never after, it's all the same. Still I love her, it's getting late. It's hard from my eyes to go to another place. We'll come round. We'll come round. "请注意您的行驶速度。我们现在来到羊蹄山涌水公园，也有人说这个叫做出水公园。那它是日本的名水百选之一。我们之前呢，其实有收集过蛮多这个名水百选里面的景点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 I can see birds flying. 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涌泉的出水口。据说出水量非常的惊人，每天8万吨，是30万人的生活用水啊。这些涌泉的水呢，它是从羊蹄山上的雪水或者是雨水进入地底下之后，过滤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才从地底冒出来的。据说啊，有几十年之久。哎，这个样子累积的矿物质一定超多，而且很多人都在那边装水，让我们来装一下。这里水流程就非常的疗愈。那常年呢，它的水温其实都保持在6.5度C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不要那么冷的时候来。现在这边真的好冷哦，夏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凉爽的。好适合做牛粉。真的。 At least we can grow old together. I can see the 泉水哦，是刚刚装的涌泉水，人家都拿超大瓶装，只有我们拿那种小罐。哎，这如果在台湾的话，可能会变成洗车工具啊。来，我们喝一口看看，喝一口看看。 when I think 超甜的，不愧是白水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在那个立山黑部啊，也是有喝过那个雪水融下来的，也是很甜。大家有碰到这种的话，尽量就去给它喝喝看，应该是不会落晒啦。一定要尝试看看，很好。我觉得日本人真的非常会运用当地的特色来开发特产，像这边呢，他们就是因为水很好，就运用这边的水呢来制作咖啡、制作布丁。那来到这边呢，就会很想要尝试一下。哎，其实不止啊，我们台湾也会啊。你看，像深坑那边水也很好，也是有咖啡啊，然后豆腐之类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吃豆腐。其实也是好。 together.
个布丁，然后它里面呢是有咖啡 sauce 的，这样真的很聪明，因为我这样就可以2个特色都一次吃到了。可是这个布丁要加水吗？加这边的水吗？布丁制作布丁，哦哟，加越多水哇，这个好难哦。到底要水加多还是水要加少？这样。它非常的滑，然后进去了之后呢，它会其实有一点半熟的状态，咖啡味呢也很浓厚，我甚至都还没有挖到最底下的咖啡的酱。那一段很难讲话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放进嘴巴之后，我的口水就一直分泌出来。我又想说，我现在到底要吞口水，还是我要继续讲话？对，大家有来的话可以吃一下。很好吃，可是其实不便宜，一个要421块日币。其实我们在台湾有一些有这样子的，也会卖到100多块，所以100多块台币哦。我们现在来到珍寿豆腐工坊，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是羊蹄山的涌水之里，里面的东西呢就是用这边的涌泉水做的，听说他们豆腐特别好吃，我们来去看一下。这边一样是可以装涌水的，所以这门口也看到一大堆人在装涌水。我们进来啊，看到好多各式各样的豆腐，然后我看到资料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Scoy 的豆腐，是不是吃起来就是真的 Scoy 很厉害的？他现在用这个涌水，然后去冰这个豆腐，我觉得看起来就超好吃，超想买，然后买一个来试试看。调味料的话呢，还要另外付费的，然后它有酱油跟盐巴2种选择。我们买一些豆腐啊，还有蛋糕。那因为这边呢不方便饮食，所以我们就是回去再告诉大家它好不好吃。帮大家试这个甜点就好了，其他我就打在荧幕上让大家看好不好吃就好啦。这个是什么？芝麻豆腐。试试看。它没有什么甜味，芝麻味非常的香浓，然后呢豆味才会慢慢的从后面啊跑出来。那你觉得，比如说深坑这地方做得出来这样的东西吗？我觉得也许是可以的。对，大家自己考虑一下，我也吃一口看看好了。它的口感很松散，其实真的是日式豆乳的味道。其实蛮好吃的，那个味道很香浓这家店真的蛮推荐大家来的，可以来买豆腐装水。评论上很多人说它还蛮贵，你觉得贵吗？我觉得真的是贵，因为像随便一个豆腐呢，都要日币400多块钱，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豆腐都超便宜的东西，台币快要100块，然后就连餐具都要付费。对，但是人家背后付出的努力你看不到，所以我们就是出来玩轻松就好。我会嫌贵，但我还是会买。这块是草莓年轮，它的草莓味呢非常的香浓，但也不会说假假的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滋润度是有的，非常的扎实。但是刚阿嬷说她觉得不好吃，因为她觉得就是太扎实了。但是你喜欢的，对，所以就形容一下口感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里是珍寿村的街道，然后这一条是县道97，大家都会来这个地方呢拍羊蹄山，因为这里拍起来羊蹄山非常的大颗，而且呢又加上笔直的道路，拍起来很漂亮。对啊，你看哇，越大颗越好，但是你要记得要用长焦啦。对啊 ，iPhone 能开几倍就开几倍，5倍啊、3倍啊都可以。其实我觉得2倍拍起来就很漂亮了。哇，好大颗哦！很多人都喜欢拍那个很大颗的富士山，那这边就是也是这样子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拍这个景的话，再留言问我们要定位哪个地方好了。
好啦，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住的民宿啊，因为洞爷湖附近住的蛮贵的，然后我们就订了一间，但是我不是很推荐，因为它大楼外面还在整修。我们进去看看，里面是一个玄关，然后玄关进去，这里面是一个厕所，是干湿分离的，就是厕所是厕所，浴室是浴室。好，我们从这边走过来，这边有一个洗衣机，然后盥洗台，浴室，这个是浴室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3代同堂不是很推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进来这边是个客厅，看起来都还 OK， 但是它这边竟然没有把它盖起来，所以我觉得蛮不及格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门，进来就是房间。然后我是订6人，所以呢，它有一个就是地上铺在地上的，所以不是太推。厨房跟餐厅，那厨房的范围我觉得不太大，真的要弄点什么东西的话，其实也不是太顺手。那下面有微波炉，有冰箱，那它的瓦斯炉是明火的。对，但是它就是把它跟客厅啊，然后还有房间做在一起。它如果盖起来就还好，但是没有盖起来的话，我就觉得不适合家庭。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的话，我觉得大概就是你可能一群朋友一起来住比较 OK， 但是如果是3代同堂就比较不适合了。这就是一个很旧的大楼里面，然后一间房间，虽然刚整修，但是不是很推荐。要煮饭的话也是可以的。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对我们这样的组合来说呢，是不怎么推荐，但是我们把该说的重点告诉你了，你们自己判断吧。干净程度目前觉得还行。它这里的锅碗瓢盆啊、厨具啊都非常的齐全，如果不在意我刚刚说的那一些点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来住的啦。这边有基本的酱料，所以可以参考一下。我们等一下也是要去超市买东西来煮。我们起床啦，整体来说呢，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缺点，没有准备好。那现在早上是8点半，外面已经开始有整修的声音了。然后呢，早上起床，热水器怪怪的，没有热水可以用。那最重要的是说，因为我们在看这间房间的图片的时候，这个饭厅呢跟房间之间是有一个拉门的，它是有门可以关上，而且地板是榻榻米。那我们实际来到现场之后呢，跟我们原本在图片上面看到的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情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该给的也有够，房间温暖，然后睡得也还蛮不错的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我是知情说，它这个门没有隔起来，然后我又订了它，那我觉得便宜还可以治百病，因为我这一整间订3000块，但是我是不知情的状况，而且不知道说外面它整修那么吵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大家，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，是可以订的，因为其他又使用起来、睡起来，然后又有厨房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就希望它之后会越来越好，给大家参考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整修的样子啊！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住吗？地理位置其实算方便，这边这条路走下去，直直走就到洞爷湖啦，大概1分钟、2分钟就可以到了。现在来到了洞爷湖，洞爷湖呢，它是一座破火山口湖。那在日本的这个破火山口湖中呢，它的面积是占第3名的。那我们来到洞爷湖呢，是可以坐观光游览船。它的游览船啊，长得像一座城堡一样。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城堡，对，就是游览船的上面呢飞了很多鸟，所以我猜呢，他们可能也有喂一些东西，在吸引这个鸟过来，拍照起来非常的漂亮。那你乘坐游览船呢，可以在这个湖泊中呢，看到4座无人岛。那其中呢，有一座叫做大岛，这座岛呢是可以下去参观的，上面有一座博物馆哈，有一座森林博物馆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叫做中岛，中岛上面呢，据说有蛮多的鹿，可是呢，它不是原生在上面的，而是在之前呢，有人就是调去了一头雄鹿，陆续之后呢，又调了一头母鹿跟一头怀孕的母鹿，此后呢，就繁衍出了400多头鹿，真的太强了吧！
所以里面看到的那些路全部都是他们的子孙，没错，子孙满堂就是这样子。现在游览船在中间的岛那边，看一下，哇！我来过洞爷湖，这算是第3次了。我每一次都没有觉得我有喜欢它，就是没有觉得它很漂亮啊。它的确跟其他的湖比起来呢，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伤害的那一种。可是游览车他们都会来这边，而且是非常有名，基本上来北海道的人一定会来的。我觉得最主要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丰富的温泉资源，这个湖畔啊，全部都是这种高级温泉饭店，其实蛮爽的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可以边泡温泉边看那个湖景，的确是会让人喜欢的原因之一啦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住高级饭店，我从那个饭店里面看出来，永远比湖边漂亮。所以重点就是要花钱才会比较漂亮，要氪金的。他们里面的饭店真的是很爽，而且buffet很赞，温泉也很赞。我觉得是你的心情影响了你的这个审美。看在这边用餐多开心啊！我们已经连续吃了3天的海鲜冻，今天早上没吃就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我跟你讲，洞爷湖我觉得没那么漂亮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的口袋不够深。是撒一楼展望台，一样是欣赏洞爷湖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换个角度看，就不一样了。这边看我们真的觉得是漂亮了许多。然后呢 ，Google 上面呢也是这个点的评论数是最多、分数最高的。有一句话就是说，只能远看而不能亵玩焉，就是像有些地方，你就在湖边很近，可是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漂亮，远远看就会漂亮。角度看的确是高级了许多，整个沉浸感是不一样啊，大家觉得呢？或许我们到了那个魔州湖的湖边，就觉得没那么漂亮，这水怎么那么蓝而已。大家讲啊，它这边除了是展望台以外，旁边其实还有直升机的停机坪，它是可以带你去游洞爷湖的。我们现在在展望台的欧米亚给店，然后想说看会不会有溜滑梯，因为一来北海道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堆溜滑梯，没想到2天就吃完了，就进来还是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啦。接下来我们会前往长万部还有函馆3天2夜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哦。